通体银青，奔涌而上，仿若一声惊雷劈开了平静的水面，激起层层涟漪。这就是三文鱼，这条在2个世界间穿梭的神奇生物。三文鱼的一生犹如一曲壮丽的交响乐，跌宕起伏，饱经艰辛。它出生于清澈的溪流，在茂密的林木间穿梭，成长为身长近1米、重达5公斤的庞然大物。而后他踏上远航，穿越茫茫大海，横渡万里，直至抵达南极海域，在那里吞食着丰富的营养，蓄积力量。终于有一天，他感受到内心深处的呼唤，毅然掉头重返故乡，逆水而上，在瀑布般的急流中挺身而进，最终在熟悉的溪流中完成了他的一生使命——产卵繁衍。这个过程何其艰辛，可怕的捕食者随时虎视眈眈，冰冷的水流不时冲刷而来，背负着繁衍的重任，三文鱼不知疲倦地奋力前行。当他终于抵达产卵地时，已是气喘吁吁，奄奄一息。但就在此时，他完成了漫长一生的最后使命，将宝贵的鱼卵交给下一代，然后安静地闭上双眼，永远离开人世。可以说，三文鱼的一生就是在2个世界中不懈追寻的一次壮丽旅程。它是淡水与海洋的联系纽带，是生态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在它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顽强的生命力，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魔力。作为一种两栖鱼类，三文鱼的生存环境是极其苛刻的。它既要在清澈的溪流中产卵繁衍，又要在茫茫的大海中觅食生存。从幼鱼到成鱼，它都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刚出生的三文鱼幼鱼身长仅有几公分，浑身呈现半透明状，依靠鱼卵中残存的营养维持生命。等到卵黄囊消耗殆尽，小鱼才开始学会摄食，捕食水中的微小生物。在这个脆弱的阶段，它们随时面临被捕食的危险，幸存下来的才能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进入淡水河流后，三文鱼幼鱼要面临更加凶险的环境，翻滚的急流、狂野的瀑布，以及各种天敌鱼类和鸟类的觊觎，处处充满生死考验。但三文鱼天生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奋力前进，越过一道道险阻，终于到达海洋。在茫茫的大海中，三文鱼要继续它的成长历程。它们在广袤的海域中觅食，吞食着丰富的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逐渐长大。但即便在这里，它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天敌的威胁，各种大型海洋生物都将它们视为美味佳肴。当三文鱼长到一定体型后，它们就开始蓄势待发，准备回到出生地产卵。这时，它们的外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色的身体变成了红色和绿色，身上长出了巨大的背鳍，开始在海中快速穿梭。它们顶着急流向上游，越过一个又一个险峻的瀑布，最终回到了多年前的产卵地。可以说，三文鱼的一生就是在2个世界间穿梭的壮丽历程。它们的出生、成长、繁衍都紧密联系着淡水和海洋2个截然不同的环境。这种独特的生存模式使三文鱼成为了2个世界的纽带，在维系生态平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三文鱼的回溯产卵不仅关乎着它们自身的延续，也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它们把海洋中吸收的大量营养，通过漫长的回溯之旅带回到河流中，为周围的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这些营养物质滋养着河岸的植被，也养育了无数其他的水生生物。你说三文鱼养殖，嘿，这可是个大头啊！要不你让我来给你讲讲这个行当，我可是个资深的渔场老炮，从孵化到出货，每一道工序我都了如指掌。首先说到人工孵化和育苗，这可就是我们养殖三文鱼的开端了。你知道吗？一个合格的三文鱼苗可比那些天生丽质的小萝卜头值钱多了。听好了，我们通常是从捕捞到的成熟三文鱼身上人工采集它们的鱼卵和鱼精，然后人工受精，把这些卵粒一一照料在专门的孵化设施里。可不是随便一个阵地就能行，温度、水质、氧气含量可都得严格控制，确保这些小家伙们能顺利孵化出来。要知道，刚出生的三文鱼幼苗才区几厘米长，浑身还透明的像玻璃一样，完全依赖鱼卵里残存的营养维持生命。等到这些营养包用光了，小鱼苗们才开始学会自己吃东西。你别小看了这个阶段，要是管理不善，轻则吃不胖，重则直接翻肚皮，那可就血本无归了。可不是说养三文鱼就是稳赚不赔呀，这可是个恐怖的高科技活。比如说，我们要给这些娇气宝贝们提供恰到好处的水温和溶氧量，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不然它们受不了。要知道，如果这些小家伙在这个关键期没能顺利成长，那咱们就等于是白忙活了一场。所以啊，这些稚嫩的三文鱼苗跟我们养殖户来说，就跟自家的孩子似的，可得好好护着才行。不过，让我告诉你，这些小家伙长大之后，可就不是那么好对付了。等它们长到10几厘米，差不多100克重的时候，我们就得把它们转移到户外的养殖池塘里继续培养了。在这个淡水养殖阶段，它们可就开始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了。别看长得白白胖胖的，可劲儿能吃，能把池子里的饵料抢个精光。要不是我们每天监测水质，定期投喂，这些小家伙早就撑死了。当然了，这也算是三文鱼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它们不仅要适应新的水质环境，还要不断增肥壮大。
好为之后的海水养殖做好充分准备。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个相当考验养殖户技艺的阶段，要掌握好投喂时间和分量，既要喂饱它们，又要防止水质恶化。一不小心，养殖池就会发生缺氧、水温失控等问题，那可就麻烦大了。不过，我们养殖户可不是吃素的，经验丰富的我们自然能应对这些棘手的情况。只要合理调控水质，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这些三文鱼苗一个个就能健康成长，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就这样，在经过1年多的悉心培养，它们终于长到了可以转移到海水环境里的大小。你说海水养殖，这可就是我最得意的一环了。作为一种两栖型的神奇鱼类，三文鱼的最后一个成长阶段就是在广袤的大海里度过。我们通常是把这些壮硕的三文鱼幼鱼放到位于海湾或者外海的大型网箱里进行培养。有了前期淡水养殖的经验，这一阶段我们就轻车熟路了。不过，可别以为三文鱼成长到这个阶段就好养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这里，它们可是还有很多天敌虎视眈眈，随时会把我们辛苦养大的三文鱼当成美味佳肴。不过，我们有的是办法应对。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相对隔离且水质良好的海湾或外海区域，建立起坚固的网箱，以防这些三文鱼被各种大型海洋生物吞噬。其次，我们还要时刻监控水温、溶氧量等指标，确保三文鱼能够安稳生长。要知道，一旦出现问题，这些三文鱼可就承受不住了，说不定一觉醒来，发现半箱子的三文鱼直接变成了海鲜大餐。再说，这个阶段我们还要格外注意防疫问题。你知道吗？这些三文鱼一旦生病，可就麻烦大了。不仅会影响整个养殖箱的鱼群健康，要是传播开来，整个养殖场都会遭殃。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做好消毒、隔离等措施，尤其是对付那些该死的海蛞蝓，简直就是三文鱼的公敌第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我们能成功把这些三文鱼从幼苗培养到成鱼，那可就是一大笔财富啊！你知道吗？一条5公斤重的三文鱼在市面上能卖到$150，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知道，我们一个养殖场一年能出栏几十万尾三文鱼呢。所以说，要想赚钱，三文鱼养殖可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可别小看了这个行当，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人工孵化到海水养殖，每个环节都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和严格管控。要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咱们辛苦1年的收益说不定就全线崩盘了。提到三文鱼的捕捞和运输，可别小看了这个环节啊，这可是个大有来头的活儿，需要老练的渔民和高科技装备才能搞定。首先说捕捞技巧，你知道吗？这些三文鱼可是比蓝鳍金枪鱼还要机警的。它们一旦感受到危险迫近，立马就会像离弦的箭一样窜出老远，连渔网都追不上。所以我们可不是随便就能把它们一网打尽的。不过好在我们有各种高科技装备，能帮我们抓住这些逃跑专家。比如说探鱼仪就是一个不错的利器，只要把这玩意扔进水里，它就能准确探测到附近三文鱼的位置和游动轨迹，这可真是太方便了。不仅能大大提高捕获率，还能大幅降低渔网损耗。除此之外，我们渔民们还有自己的一套捕捞技巧，比如我们会在三文鱼的洄游路径上布置各种陷阱，等它们进入射程时再发动攻击。哪怕是最灵活的三文鱼，也逃不过我们这些老江湖的法眼。另外，我们还会利用海水中的微生物和饵料，引诱三文鱼主动接近作业区，这可真是一举两得呀。不过你要知道，光是三文鱼一网打尽还不够，关键还得看我们能不能把活的鱼运回去。要知道，这可是一个相当考验我们技术的环节。毕竟这些三文鱼可是对环境变化超级敏感，途中哪怕稍有差池，就可能直接交代在路上。所以我们渔民可都是精挑细选，把最健康的三文鱼捕捞上来。为了尽可能减少运输损耗，我们通常会用大型的塑料袋装起来，加上纯氧，然后装上冰块，以保持恒温。就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三文鱼活活地运到岸上。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关键环节——冷冻加工。你知道吗？不是所有捕捞上来的三文鱼都能活着运到销售点，总会有些不中用的。不过这可不意味着浪费，相反，我们可以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冻品，然后打包销售。这可就是个相当讲究的技术活了。首先，我们要仔细清理这些三文鱼，去掉内脏和刺骨，做好分割，然后把它们一一放进冰箱，以-18°C的温度进行冷冻。这样处理过的三文鱼，不仅保鲜期能达到半年甚至1年，营养和口感也基本没有太大损失。我相信你一定对这些精致的三文鱼冻品感到很有兴趣吧？这正是我们渔民的拿手好戏呢。不过你要记住，要想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的三文鱼冻品，可不是随便一个厨房小白就能搞定的，可得找些专业的加工厂才行。我们这些正宗的三文鱼渔民，可是把这种加工技艺链就成了一门绝学。比如说，我们既要保证鱼肉的鲜嫩，又得控制好油脂含量，让这些冻品营养丰富，口感绝佳。另外，我们还得精心包装，确保运输途中不会受到任何破损。这样一来，这些三文鱼冻品不仅能在市面上大卖，还可以远销海外，成为美味佳肴的香饽饽。不过你可别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你知道吗？
除了冻品，我们还能把捕获的三文鱼保鲜运输到全国各地的海鲜市场和餐厅，甚至直接出口到国外。这可真是一笔不小的生意啊！就拿我们这个渔村来说吧，每逢三文鱼捕捞季节，码头上总是一派热闹景象，大卡车一辆接一辆的来回驰骋，把新鲜活蹦乱跳的三文鱼拉到各个城市的销售点。有的直接冷藏装车，有的则是现场加工成各种半成品，等着将来被大厨们改头换面地重现在餐桌上。这些三文鱼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满足着消费者们对健康优质海鲜的热切需求。我可以说，我们渔民就是三文鱼的搬运工，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因为想要把这么多三文鱼运送到各地，可真是一个费尽心机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学会各种捕捞技巧，还要掌握冷藏、装运的高超手艺。要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不仅会让我们的利润大打折扣，还可能造成大量鱼产品的损失。但是我们这些海上老兵都懂得，这样的辛苦付出终究是值得的。每当看着满载而归的渔船，我们的心里都会充满自豪和喜悦，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一年的收获，更是无数消费者们即将拥有的美味佳肴。所以你要是也想分一杯羹，那就别光盯着养殖那一块，捕捞和冷冻加工同样也是个不错的发家致富好去处。说到三文鱼的利用，可不能小看这个环节啊！你知道吗？这货可是从头到尾都是大有来头的，不仅营养价值惊人，烹饪方法更是百变多样，连加工产品也能玩出花样来。咱们先来说说三文鱼的营养价值吧。这货要是跟牛肉和鸡肉比起来，简直就是碾压一样。一条5公斤重的三文鱼竟然能提供超过130克的优质蛋白质，还有20克的宝贵 Omega-3脂肪酸，这可比你买的那些所谓健康食品强多了。要知道 Omega-3脂肪酸可是大有来头，它不仅能降低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还能增强大脑认知功能，延缓衰老。所以说，定期食用三文鱼不仅能让你保持身材，还能让你越活越年轻，真不愧是天生的健康食品。那么除了营养价值，三文鱼的烹饪方法又有什么魅力所在呢？哎呀，说实话，这货简直就是无所不能。你随便拿一块三文鱼肉，不论是清蒸、红烧，还是涂抹佐料烤制，出来的味道都堪称一绝。比如说，清蒸三文鱼只需要简单腌制一下，就能让鱼肉散发出清新的香气。要是配上点太椒、葱花之类的，那味道绝对能让你舔舌头。而红烧三文鱼则更是让人垂涎三尺。你想象一下，一条鲜嫩多汁的三文鱼浸泡在浓浓的酱汁里，咬上一口，满口生津，真是人间美味。不过，要是你想吃点新鲜的，不妨试试三文鱼刺身，这可是许多日料迷的最爱。只需要简单 slice 一下，就能看到鱼肉粉嫩欲滴、油光满面的样子。加上一些配料，比如芝麻、酱油、胡萝卜等，简直美味到没朋友。你看，三文鱼真是无论怎么吃都能让人食指大动。不过这可不是全部，我们还能把它加工成各种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三文鱼肉切成薄片，然后进行干燥和烟熏处理，制成三文鱼干。这可是许多人在看球赛或者聚会时的最爱。这种既有嚼劲又带着淡淡的木质香气的三文鱼干，简直就是下酒必备。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把三文鱼肉改制成各种熟食，比如三文鱼酱、三文鱼罐头，甚至三文鱼肉松。这些不仅口感丰富，营养价值也毫不逊色于生鲜鱼肉，而且保存期还特别长，特别适合一些没时间烹饪的消费者。要是你想吃点高端货，不妨试试我们最近研发的三文鱼鱼子酱。这可是我们花费大量心血从海里一路捕捞回来的稀缺宝贝。一罐只需要$120，但它却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堪称海底蜘蛛。相信只要您品尝过，一定会爱上它那独特的醇厚口感。而且我们还没完，最近我们还尝试着将三文鱼肉融入到各种食品中，比如三文鱼披萨、三文鱼汉堡，甚至是三文鱼寿司卷。可以说，这些创新产品不仅能满足大家对海鲜的向往，还能让你品尝到三文鱼独特的鲜香味。当然了，这些产品也离不开我们专业的加工团队。他们可是通过不断试验和探索，才研发出这么多款式新颖、口感出众的三文鱼制品。比如，在制作三文鱼干的时候，他们会选用最新鲜的鱼肉，并精心控制温度和时间，让鱼肉既保持住原有的鲜甜，又拥有恰到好处的咸香。再说那些三文鱼罐头，他们可是一点都不含防腐剂，全程采用手工加工，这样不仅能让营养更加丰富，口感也会更加细腻。你要知道，这些都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设备支撑，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操作的。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么一支优秀的研发团队，才能不断开发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三文鱼制品。我们时刻关注着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力求为大家带来崭新的美食体验。你看，从刚刚的介绍来看，三文鱼的用途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生鲜了。如今，我们能把这种珍稀的海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味食品，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偏好。而且，这些产品营养价值依然不减，反而更加丰富多样，实在是人间美味。要知道，
这些创新的三文鱼制品可不是普通的海鲜那么简单。比如我们的三文鱼罐头，在市面上能卖到$50一罐，而三文鱼子酱更是一罐要$120。你说这些价格是不是天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忽悠消费者，相反，这些价格都是有理有据的。毕竟，要想从海里捕获到最优质的三文鱼，然后精心加工制成这些绝品，需要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你看，做好三文鱼加工，绝不仅仅是一味追求利润，相反，这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耐心和专业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广大消费者呈现出真正的海洋美味，让他们体会到三文鱼独特的魅力所在。就拿那些三文鱼干来说吧，要是以前我们还在用简单的熏制方式，如今已经升级到了新的烘干工艺。这样不仅能让鱼肉的口感更加细腻，而且还能使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三文鱼酱也是如此，我们都是用最新鲜的鱼肉精心腌制，再通过高压灭菌，确保产品可以长期保存。这样不仅能让消费者食用放心，也能让我们在淡季时也能赚到稳定的收益。你看，我们可真是精益求精啊！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让我们的三文鱼制品在市场上越卖越火。相信凭借我们的用心之作，定能征服更多挑剔的吃货们。三文鱼养殖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这可真是一个大课题啊！不过放心，有我这个渔场老司机在，你一定能了解个七七八八。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行业的收益情况吧。看着我手下这些硕大无朋的三文鱼，你肯定想知道我们到底能赚多少钱吧？要说收益，那可是相当可观的。就拿我这个养殖场来说吧，一年下来，我们能出栏几十万尾三文鱼，而每条鱼的销售价格平均在$150左右。你算一算，我们一年的总收入就已经超过7000万美元了，这可比普通的酒店餐厅经营要赚钱多了。我敢说，这在整个渔业行业里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高收益了。要知道，我们可是在自家的渔场里，用高科技设备24小时不间断地培养出这些健康的三文鱼。相比之下，那些依赖于天气和海况的传统捕捞业赚钱就要难多了。不过，我要郑重声明，我们这个行当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三文鱼养殖投资可是相当巨大的。从建设大型海上养殖网箱到购买监测设备和投料装置，光是前期的硬件投入就需要几千万美元，更别说还要雇佣专业的技术团队来全程管理了。所以你说，要想分一杯羹，可不是谁都能来玩的。只有那些拥有深厚资金实力和专业水准的企业，才能在这个行业里获得一席之地。不过话说回来，只要肯长期稳扎稳打，相信总有一天也能成为渔场大亨的。当然，我们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这个行业与环境的关系。你知道吗？三文鱼养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态系统工程，如果管理不善，不仅会对养殖场周边的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甚至还可能引发整个生态链的失衡。我们养殖户可是深有感触。几年前，就有一些三文鱼养殖场因为排放过多的废水和饲料残渣，导致附近的海域出现了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这不仅让周围的野生鱼类濒临灭绝，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可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所以现在我们可是格外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比如说，我们会定期对养殖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测和调理，确保不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另外，我们还选用了一些更加节能环保的饲料和设备，比如利用自动化投放系统，既能精准控制饲料投喂量，又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再加上我们会定期清洗和修缮养殖网箱，避免因简陋设施导致的渗漏和溢出。你看，我们可真是下足了功夫。就这样，我们不仅能确保每条三文鱼都健康成长，还能让整个养殖场保持良好的生态平衡。这样一来，不仅能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稳定，也可以让消费者吃上真正的绿色健康产品。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高利润又拥有广阔市场的领域，三文鱼养殖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可以预见，未来这个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不过，我可不担心，凭借我们多年积累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经验，相信我们一定能在接下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说，我们正在着手开发一种更加节能高效的海上养殖平台，不仅能养殖出更多更健康的三文鱼，还能大幅降低能耗和排放。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积极探索新的三文鱼产品开发和营销模式。你没看到我们最近推出的各种三文鱼加工品可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吗？相信凭借我们的创新能力，未来我们一定能在三文鱼市场上占据更加稳固的地位。